嘿，小伙伴们，大家好！你们看这是谁？我们现在在东京车站，北极同学刚刚完成2026年的东京马拉松，奖牌和小熊。北极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北极。之前隐约出现在这个博哥节目里头，出现了好几次才叫了我名字。对，北极特别的腼腆，对，北极总爱叫我教练，因为北极是我们第一期训练营第一批结束的成员之一。因为北极是12周的课程，我们从12月8号开始，一直到东京马拉松之前。东京马拉松是最后一周，对，就是3月1号结束，对吧？3月1号啊，对，这还有个号啊。对，北极 C 区出发。C 区，对 C 区出发，我填的是破3的成绩，所以就 C 区出发。对，差不多是这样。看起来应该，如果填更250什么的，也许就能必须了，应该不会。我2023年来的时候填的是244，也是 C 区出发。那是够严格的。这边好像 A 区就是 Semi Elite， 对不对？A 对，我就没看过那个网上的普通的跑者会有在那个。可以。这次跑了什么成绩？这次跑了萨博255，萨博255，2小时54分多少？35秒。35秒。之前的全马 PB 25秒。2542。上一场是京都马拉松，对，是在东京的2周之前，跑了2小时50几。2小时5735。2小时57分35，就是比京都又快了3分钟又10秒。3分钟又是，我都没这么想过，的确是又快了一些。京都之前的马拉松 PB 是什么时候？哇，那就是神户，3小时0403。神户就是2025年的神户，11月16号的啊，3小时04分03。对，所以京都的时候 PB 了8分多钟，然后东京的时候又 PB 了3分多钟，加起来的话不到10分钟。加起来不到10分钟，就刚好9分10分钟吧。对，就是将近10分钟。所以我们再恭喜一下北极。10分钟。今天邀请北极来东京站，其实挺仓促的，因为我一会儿就新干线回大阪了。就是想给我们的训练营先请北极同学画个小句号。我觉得，训练营这几个月可能对身体的进步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北极在这几个月的变化，心态上的变化特别大。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台北马拉松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态？这个其实我跟教练之前交流过，在那个每周的电话沟通里大概交流过。其实，我台北马拉松的时候跑，就是因为台北已经是在训练营中间大概第二周已经是在训练营里头了。然后那个时候吧，其实教练已经当时说要安排，也应该冲一冲，也不应该太躺平或者放纵，是可以试一试冲一冲的，至少比如说冲一个比神户更快的 PB 之类的。对。但是实际上最后台北应该是30458吧，虽然差一点点。对虽然进了305吧，但也没有比神户 PB 。但是其实那这么看，也不可能8周之后就一下子不可能又能破3，对吧？所以我觉得至少那个时候跑没有特别的，就跑不动或者跑的不是特别对。之后博哥的总结是心态，对吧？但我当时，那我直到现在我当然也不是特别愿意承认了，对。但是那不说心态，其实就从最后，比如从最后还能冲刺啊，或者还能第二天的休息还能特别好来看，那反推过来，那的确那场比赛应该是没有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努力。因为之后跟京都和东京的无论是最后1公里、最后2公里能不能冲刺，和第二天的那个恢复，第二天总会恢复，安排一个6公里左右的恢复跑，从那个恢复好的体感来看，那台北的马拉松应该是没有尽全力的。对，是的。其实我准备了个小提纲，我们没有按提纲开始。但是呢，咱们现在把这个前面放到这儿，我们请北极同学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跑了多少年，年龄，
平常的大概的训练情况，就简单的。我大概2020年之后开始跑步，然后呢，本来是骑车，然后骑车的话，主要是出一趟门这个成本太高了，然后又要换锁鞋，然后又要换衣服，又要给什么电变、什么码表什么的一堆东西充电，然后这太难了。然后但跑步的话，真是抬腿就可以冲，所以就后来就渐渐的转到跑步。而且是不是在东京骑车、游泳都比跟国内更麻烦？哎呦，那东京的确是这样。那是后来搬到东京了，其实。对，搬到东京，我开始骑车还在北京，好歹还能爬一些坡什么的，但是东京的骑车就问题更多了，比如它全是大平路或者什么的。对，而且好多地儿也不太方便去，都得出城。游泳更麻烦。哎，游泳更麻烦。游泳手表都不能带呀。哎，对，还得带个什么罩或者什么的，就特别麻烦。这边好多乱七八糟的规矩。但是跑步成本就是最低的，出门就能跑。然后，但其实最开始大概3到4年的时间吧，跑步也都不是为了成绩，都是为了减肥吧。我觉得，因为一看其实手表上能看见那个热量，你会发现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一下子一顿饭的热量就出去了。那我今天，那你以前和现在分别多重？哎呦，那我减肥前可能得90公斤吧。90公斤。那个片里没准可以放个照片。你多高？我183， 90公斤，现在还是183，多少公斤？哇，那我今天早上称66.6吧，大概66.6，那很瘦了，1.83米，66公斤，对不对？是。BMI 的话得比较清楚，大概20.3就很精英了啊，很精英。一般人进不到20，进20是。其实我之前更瘦，有过更瘦的时期，但我现在比较开心的是，我能在又瘦的同时还能保持一定的那个，比如跑步能力或者什么的。比如之前我减肥会，即使在跑步中我也试过减到特别的轻，可能不到20，但那个时候我的跑步能力或者什么的就没有这两者协调的特别的好。但这次我很开心，就真的做到了，比如又比较拼吧，又轻，然后又跑的不是特别的慢。那你第一场马拉松是什么时候？哎呦，那是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如果是比赛的话是刚来日本，大概是21年的年底的那个湘南国际马拉松，就是没有水杯的那个。哎，对，那会儿就已经没有水杯了。这儿插一句，那个马拉松挺有意思的，那个马拉松是和香根一传的赛道重合度最高的马拉松，没有之一。是3区还是2区？不记得。就是3区。3区就是沿着海边那样跑。是的。对，那个挺不错的，就是没有水杯。哦。那第一场马拉松跑了多少时间？进了345，但具体时间忘了。340或者但330往外吧。那时候已经瘦下来了吗？对，那时候瘦下来，但应该没有这么瘦。就是我大概2个阶段的话，比如我之前70多公斤90多公斤减到70多公斤，然后一直就在70公斤或者75上下，大概是这样。那从那个时候的3个多小时到后来慢慢自己练到逼近3个小时，这过程是一直就想有这个目标，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个目标？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就是我大概是在24年，或者23年，对，23年的秋天，对，那也就是说中间隔了2年吧。2年，对。23年的秋天参加了东京的那个半马，东京的遗产半马那个 C Half。23年对吗？23年的10月，然后又下雨，我记得川内优辉应该是第4名吧？对。然后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想要冲成绩，但是那场比赛跑了130.5几，就是130，对，就415的配速啊，那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之前真的都是一直佛系跑，就是可能半马。因为我从来没参加过比赛嘛，大概半马1小时38或者1小时无所谓了，那个速度不是很重要。但是东京半马那次跑了一个130几的成绩，哇，那特别的开心。然后就又下雨还下雨，对，而且那个比赛不好跑，那个比赛那个起伏特别大，最后回来的时候是大上坡。哎，对，先是大下坡，然后再大上坡跑回那个体育场。对，然后那场比赛之后。但其实那场比赛很开心，但是我觉得那是23年10月吧，一直到25年或者甚至直到参加博格训练营之前，我觉得这段时间都是比较
痛苦的，就是其实我是有就因为你开始追求成绩了嘛，但一旦就求而不得，其实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觉得就比较难，其实真的就一直在纠结和反复就训练，怎么样能到一个什么那说白了吧，比如说就以破3为目标吧，那说白了就是破3。那其实这个目标真的就一直没有达成。然后你说是缺乏科学训练也好，还是心态也好，但总而言而总之吧，就是一直没有达成。那我们这训练营是你参加的第一个训练营吗？哎，是的。那当时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在神户在304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这样进步也不能说太慢吧，就也找不到方法也好，或者就是感觉也许这么接着跑下去，再跑1-2年还可以再进步，或者302肯定是可以再进步的，对，或者在300或者什么的，但是可能也想听听别人的看法，或者想吸收一下别人的意见吧。了解。是那在加入训练营之前，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跑步训练有过分析吗？就是你觉得可能问题出在哪儿，或者说不一定是训练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比赛中的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比赛中可能还好，但主要还是训练吧。我其实训练完全没有成体系，就是也没有找网上的课表。其实我买了一些书，就日本这里跑者书还挺多的，尤其是很多市民的跑者，不像中国的书，我看基本只能看丹尼尔斯或者那些外国作者的书，就很少有。但日本这里有很多市民跑者自己写的书，然后包括也有破3的指南或者什么的，也给出了。还有破3指南，有一本书就叫《漫画家如何破3》，当然没准可以贴出来。明白。然后我也买了书，但是就是要我自己一个人执行，可能也有困难。哎，对，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比如要我自己一个人执行课表有困难这个事儿，也许从侧面也反映出我的心态或者什么的。但是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定说，当然不一定是成体系的课表，就比方说我这周我要跑今天我要跑强度课，我怎么跑，能不能顶到那个程度，会有吗？没有，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平常训练就是出门跑。想怎么跑怎么跑。的确，而且跑量也就不是很多。我当时会想一个月大概300K 就行，这样除下来大概一天是11K，然后我真的就基本就照着每天跑11K，跑6休1，周末也许能跑个半马，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完全缺少强度课，然后也跑过一些法德雷克或者没有，我觉得都是跑着玩的。我明白。所以其实到这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其实也遇到过这个时期，但是呢，我这时期比北极可能进一步，就是我跑强度课。我不知道北极知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但是我在节目里可能或多或少分享过，就是我差不多那时候跑3天或者跑4天休1天的时候，每一个3天或者4天里都会有一次强度课，而且强度其实不低，差不多就是几个，最多的时候跑过6个 1.6 好像是，还有3个5公里什么的，都是竭尽全力的。在那个情况下，那个所谓的竭尽全力的情况下，我的瓶颈到了2小时44。但是北极这种情况就是完全没有速度训练的话，那瓶颈差不多就是3小时，就是你就跑啊跑啊跑啊跑。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只要跑就能到3个小时，正常的纯洁男性差不多就是北极这个状态。他如果没有训练的改变，就再这样跑，今年差不多也破3了，大概率破3了。但是这个跑也不能说永远都是很慢的那种，而是你差不多跑的时候，北极我相信北极肯定也有过，就是自己跑的时候，今天试试咱们稍微快一点，或者跑着跑着呢，说最后几公里咱们加速，肯定也是有的。就这样跑，差不多瓶颈就是男性2小时55到3小时之间。你想想看见2小时50，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个人的观点。对，所以呢，你加入我们训练营，就在我这个不太成熟的课表体系下，你觉得是课表本身的安排有意义，还是有人监督你有意义？这个问题很好，我思考一下。可能50%吧，我50%。对，一下子说我可能想不到那个。对如果其实如果参加训练营是那个不是加强班的那个，如果是普通的那个班的话，
也许啊，我可能会得出结论，可能是课表的安排可能占的会更多一些。但是比如说放在加强营这个一个是跟教练有每周的沟通，当然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在那个群里面的那个沟通氛围，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大家都会在每次课表之后去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者什么的，对，这个把那个比重给拉大了很多吧。对，所以最后我会觉得是50-50这样的感觉，是的。对，然后但其实课表安排会很重要，课表安排会很重要。对，你看今天我们加强营里又有一位成员，今天是半马比赛 PB 了，1小时25分51秒86，对 PB 了，相当可以的，相当可以。我觉得训练营在我看来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定个课表这个事儿，我觉得跑了几年步的人，你让北极自己说定一个课表也能定，就300来公里跑呗1个月，对吧？但是可能不一定是有人督促你，而是这事儿有个人给你安排了以后，可能是会不一样。因为平心而论，就我自己，我其实没有他们练的刻苦这2个月，因为一是比赛多，二是一忙一生病或者一受伤，我就懈怠了。这个懈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懈怠，就是不想跑。那你以前跑300，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训练营你是3个月，它大概每个月多少？那的确是很多。其实不光是我啊，那我只是个代表的，但包括我在内的训练营的，至少我观察到的各个小伙伴，可能在12月份可能就到了400的就有不少了，差不多对，但然后1月份应该是一个巅峰，差不多都是500，对，差不多基本都能到500或者480、400，对，大概是这样。而且大家对这个跑量增长的反馈好像也都还好，比较积极，都很开心的会说自己跑得更多。有个别的有一些小小的伤病，北极没有遇到伤病，对我比较幸运啊，所以还是前期积累其实也很重要，并不是说大家我们不是在吹嘘说你跟着我跑500公里不受伤，而是之前得有基础。这就是我们训练营第一分 A 组和 B 组，第二之前我也过了一遍，并不完全是先到先得，但是基本上按照先到先得，尽量的不淘汰的原则招人进来。但是也出现一些小问题。刚才我说半马 PB 的这位成员就是面临了一个大概1周的伤病，不算很严重。他伤病的原因是什么？他是所有你们这一批人里入营之前月跑量最少的，他入营之前月跑量就200左右，那一下到500神仙都不行，所以我给他的课表会稍微少一点，大概可能400来公里，而且是慢慢上加的，所以我还是会有一点点伤病。但是好消息是伤病也克服了，半马也 PB 了。那你下一场比赛是哪？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应该是4月5号在平壤，对，这个可以，平壤之后呢？平壤之后，如果北半马能抽到，可能就去北半马，因为4月11号到3月12号，对。然后之后之后这个夏天就安排的也没有特别目标赛事的话，我4月底会有一个富士五湖的120公里，那个想试一试长距离，那个特别狠，5个湖那个绕。之后再下一个又跟博哥一起，应该是那个萨罗马佐吕间湖的100公里第一次。对，而且我之前没跟你讲，那个如果你北半马抽中的话，没准那个周6咱们在北京能见到。那能抽中。虽然我不去北半马，但是那个周6我很可能要在北京有个活动。好呀，我也是北京人，都忘了说的，但我北京口音没那么重，是吧？听不太出来，对不对？是不是完全听不太出来？对，我爸妈不是北京的，我得刻意的，你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对，我在北京出生，小学、中学、大学都在北京。对。OK。北京强梅登州，但是我也很爱北京，有很多那个，但是可惜我在离开北京前没有喜欢上跑步，所以什么曹公啊，什么奥森的，其实都没有太那这次北半马要是能抽中，可以早点回去。好呀。对，因为你正好你那个平壤马拉松肯定还是要回到北京的。对，从北京出发。对，回到北京就不走了，正好就隔1周嘛。对吧？那咱们回到训练，你觉得
你现在这个马拉松的成绩的进步的，就是突破的点是速度变快了，还是耐力变强了？这个问题也很好。其实，因为我抱歉，我还得再打断你一下，就是因为你以前的比赛我也看了，其实你不是一直没有很掉速，不是说斐济想冲破3，一开始4分15跑，最后掉到4分半，不是这样的，他就上来就4分20，然后就一直4分20。对。那现在是这次我看他的京都和东京的这2次的成绩基本很稳，最多就是30到35或者35到40掉一点点，然后最后2公里他还能追上，他还能再提上去，至少京都是提上去。那天我一直在看你的那个追踪，所以你觉得你的进步的点是你的有氧能力更好了，还是说你的绝对速度更高了，导致你在一个差不多的配速下，就是你那差不多的配速也变高了？有道理。那其实这么看起来还是速度能力变强，因为您说有氧能力，我看之前您的很多节目也会提到，比如其实有氧能力应该不是瓶颈，就大家其实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尤其是那不说这个推测，其实就光看心率来看，我觉得如果心率整体是比较平稳，或者是略微往上一点点的话，再加上没有撞墙，再加上这些，其实都说明有氧能力在这上不是瓶颈，就是能达到，说明应该还是绝对速度能力提升的。然后这点其实比起京都和东京，还是大阪的半马最让我开心，因为之前采访也没有太提到，主要是大阪半马进了1小时24。刚才对，没进1小时，就1:24:03。对，就是跑到了1:24。对，但是那时候配速是3:58，对吧？是进了4分钟，然后。对。然后那场比赛是我特别开心。那场比赛我就出来之后吧，立刻就联系博哥，我说赶紧合个影或者什么的。反倒是东京这次没有，就感觉意料之中。对，东京真的有点意料之中，所以之后我就也没有特别的激动。这次东京天气还不好，有点热哈。有一点热吧。大阪那天的半马天气非常好，所以你看，我在这插个题外话，我总说这个想2小时50 4分不够用，北极3分58 1:24零几吧，零几。对，你到全马4分配起跑，你肯定是2:50没戏的，肯定是没戏的。而且大阪半马那个路线挺好的，不太容易绕弯路，对吧？是的，所以其实那这么看的话，结论再回到刚才的话，是有氧能力好呢，还是速度呢？那看起来训练营的课表，或者至少训练营跑了很多的课表，或者鼓励让，不管是因为什么吧，那最后的其实体现在速度的绝对能力有提升，然后再加上有氧其实也没掉，对，尤其是因为你有这跑量是不可能掉的，只要你动就不会掉。对，是的。那这2个再一结合，那当然最后，比如跑得快，在全马这个距离上也能40几或者41几跑个全程，我觉得也是这样的，而且你们看到没有，半马跑进1小时25，全马就能跑进3个，但而且其实北极虽然他的速度能力在他跟他以前比，不管是从心态上走的还是从能力上走的变快了，但是其实北极不是完全有代表性，因为北极的速度现在速度能力还是它的弱点，因为你看它的半马1小时24，基本上极限了，你的感觉？还能再快多少？也许还能1分钟，1分钟吧，1分钟就是3秒的配速，就是3分55，对。那但是呢，他的全马已经跑到2小时54了，全马跑到2小时54的人，我全马跑2小时54的时候，我的半马已经1小时18了。对，因为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半马勉强进125，全马勉强进3小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我的成绩对标，或者说你们看专业运动员也差不多。你看咱们专业的世界上有名的半马运动员，比方说他跑56、57、58，咱们就假设他跑58的，他跑58分钟，那就是1小时56，2个58，对吧？1小时56乘以他的全马差不多2:03就是高手了吧？几分钟？7分钟加7，对吧？你看我的全马2小时44的时候，我的半马1小时17，我加10。然后呢，
我的半马1小时16的时候，我的全马2小时41，我加了9。然后呢，我去年全马74，就1小时14的时候，我的半马1小时14的时候，全马2小时38，又是10加10，1小时14。然后今年1小时13分半，全马因为大阪那个有点热，但是我跑了239。如果是好天气，我大概能跑237、30，差不多加了11。对，今年可能没有去年啊，就是大多数普通人也就这样了。但是我在普通人里，我不算速度能力强的。对吧？大家看我的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个绝对速度能力强的。我1公里到现在都没有跑进3分之，我还是这样的。而且从我的跑量上看，我的有氧能力肯定也不是弱的，绝对不是。跑龄和跑量上来说，所以北极是他在这方面的没有那么大的代表性。我认为就是他还是突破，因为北极已经结业了。但是对未来，我觉得对北极来说还是去练速度。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加强营的人，每个人的课表到后面会有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多一些，比方说像那个绝对速度非常没问题的人，会让他多去跑，比方3个5公里，或者这种比方说12公里的阈值，或者是多去跑那种就长一点的。然后对北极这样的，包括我们还有成员就是有耐力挺好的，但是呢想再突破，那就是多去跑，比方说跑12个400。然后跑这种1分钟快慢，就让自己往上顶。是我是觉得，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尤其12个400这个的确，反正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这个课表，我还特意的去研究了一下日本的这个田径场，然后特意找了一个400米的跑场，无论是代代木也好，有名，那个代代木比较有名，然后也找了一个江东区，反正也有一个本地的一个400米的跑道。然后试了试，的确，那印象很深刻。你还记得你那12个400能跑到多少秒吗？好像都在，应该没有近80的，是在80上下吧，可能是这样。对，所以小伙伴们，北极的速度能力比我还差因为差不多，你看82、84，对，速度能力好的人，就是刚刚进3小时的男性，基本上能摸到76。对，这是我见过的，就是普通人啊，不是说运动员。对，80多跑进2小时55是很不常见，也不能说是不太常见。你看我们的队友们，不管是平田先生还是，当然就2小时40多的这几位先生吧，差不多就是72、73、74、75都有。最慢的差不多也就是76，但是快不过72，对他们可能快不过70或者72。你再往上一个档次，刚破3的时候，差不多能进，但是大多数都能进80。所以北极还是得把速度往上加。但是你后边的比赛都是超长距离的，这个好像也不用太加速度。那的确可能稍微休息一下吧，也许对我来说可能是休息。那你这100公里的超马有什么专门的准备计划吗？那真是完全没有。有什么建议吗？我还挺好。有建议。在这儿跟北极分享，也跟观众们分享，如果有想跑超马的小伙伴，就举个特简单的例子，我们跑团的野口先生。老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可以跟北极介绍一下，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野口先生跑了很多年步，他上学的时候是学校的铁三，可能不是专业运动员，也可能是学校级别的专业运动员，我不太知道。就是特别早就开始运动，也就是那种就是有基础的。但是野口先生的大问题是速度能力比较差，他到现在马拉松基本上就是2小时55左右吧，就极限了。这次东京马拉松他也来了，勉强我看他在3小时吐到后边的，但是那吐的是按枪成绩带的，他可能勉强进3。但是野口先生完成了一个人生目标，他是6大满贯全都进3的20个日本人之一。那他成功了，这个东京是他的第6场。我看到那个是。对，他就是速度能力不行。所以在马拉松赛场上，说句不好听的，目前他是绝对不可能比我强的。但是野口先生前年跟我去了同一场佐吕间湖100公里，他是认真准备了这100公里的。他怎么准备呢？他就是跑量大，他一直就是跑量大，速度弱。他每个月都跑600-700公里，
甚至他有的月能跑到将近大700大几公里，就那几个月，对，就真的是这样。就他平常正常的时候，每个月也是600以上。所以我就一是这个事儿告诉北极和我还有能听到的小伙伴们，不一定跑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会有一个瓶颈等着你，你的速度得有提升，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野口先生怎么准备的这100公里，他就是那段时间差不多每2个月有3次80公里以上的训练，就在大阪城能跑80公里。80公里我估计我都疯了。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这种长距离只要跑了在超马上就会变强的。那最后就是这样，我那次准备超马没有跑80公里，我就跑一次50公里。那次50公里跑得很快呢，4分半平均。在大阪城自己跑了个50公里，我觉得就不一样了。你跑了50公里以后，你的心态就变好了。你想还有一个马拉松就结束了，但是那天的100公里，我跑了9个小时08，野口先生跑了8个小时，他近8个半小时了。那这么听上去，我至少要跑一个50吧，至少在对，你至少得有一次跑50公里的感受，因为那个佐里间湖100公里是这样的。当然了，我那天成绩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中间休息了，我给相机充电了。54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存包，就是你有2包，一个包是放在54的，一个是放在终点的。54那就是你进那个站，可以把那包取出来用完再存下，他给你再弄到终点。对，我在那儿充了10分钟的电，野口先生没进站。他压根就没停，他就没停，对，就是你要有赛前有一个50-60公里的经验的时候，你想我已经能顺利的进那个站了，进那站我缓一缓，我出来再跑20公里，再跑16公里，你就到70公里了。70公里又是一个大站，那个站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就是那个你的亲朋好友要给你加油的话，他那组委会有大巴车带着你们。第一站是起点。在起点咱们是绕一圈，绕一个5公里的圈再走，所以呢他能看到你5公里回来，那个车才发车，然后那车的下一站就是全马那儿他停车，有一停车场，他们下来给你加油，然后那车还特别人性的分了好几班，有快的有慢的。我当时我家属那个是最快的，然后他在那儿还看到有那个最慢的，就是到42公里那儿要等好几个小时。然后42公里之后就是54公里，就是咱们从那54公里站出来，他们在路边，然后再下一站就是70公里出头，所以在那儿你还能最后一次见到你的应援的亲人朋友。然后之后70公里之后就好办了，70公里之后的那个路有10公里，就是到80公里的那段是比较难，就比较枯燥。但是呢，到80公里之后它就是一个大折返，10公里去10公里回。我就是在那儿看见回来的野口先生，那段就是跑到那个湖边去，然后再回，风景也不错，而且你一想回来就结束了。我不知道我在80的时候心态会怎么，您这么描述太抽象了，我可能得在赛道上才能跑一个体验长的。但是你之前不有一个富士五湖嘛，那个可以练一练。对，也许可以在那儿先体会一下，对，先体会跑到70或者什么的感受。对，我对，对。但是你那是越野吗？不是，也是平路。富士五湖的那个是平路。富士山有一个更有名的是100公里，那个是绕一大圈，那个又有对，传统的越野。那个好多人都完不了赛，对不对？是的。我跑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有一个就是五湖绕着4湖、5湖，它有很多种路线。是的。行吧，我们今天其实聊了，我觉得聊的挺多的。再能分享的话，一会儿就是光刃机，我再跟北极聊。那最后吧，我觉得可以请北极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训练营中的感受。明白，就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啊，想说什么说什么。那我也不特意吹了，因为第一其实我也没有参加过别的那个教练的训练营，但是那我就只参加过这么一个班或者训练营或者课表这么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站到50-50的话，那我觉得比起一个课表，因为课表的话，那如果我相信有人有毅力，应该或者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课表或者是，所以剩下的那个部分，如果大家没有参加过训练或者没有参加过这类的跑团或者什么的话，那么我觉得无论是跟教练的沟通，就是每次比如互相提供我们开玩笑的互相提供情绪价值啊，然后但其实当
是教练给我提供的价值比较多一些，和训练营里面的小伙伴们互相的鼓励或者支持，然后这部分我觉得对成绩的提升，那当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那至少心理安慰或者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这是如果没有体会过这类训练营，或者一直以来都是独跑，因为我知道独跑的跑者非常非常多啊，对的人来说，我觉得是有至少应该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一直独跑，但是又刚好卡在某个瓶颈的话，也许可以试一试，对，参加一个这样的训练营。当然，我最推荐还是博哥的这个训练营，谢谢，对吧？但是我们的训练营其实也有局限性，因为我们是线上的，就导致大家其实没有一个集体的活动。是的，对。但是其实现在个人能办的训练营，基本上能有集体活动的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其实老能见到，也是因为他住得近，而且老在一场比赛上。是的。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训练营第一次的感受。我觉得也跟北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真的挺难的，因为得记得好多事儿。你得记得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然后呢有什么习惯，因为每个人其实想安排的有的性格也不一样，对的，性格也不一样，然后或者他的时间，有的小伙伴只能周二周五做强度，有的是可以周三，有的人周六必须休息，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一直在改变，包括大家的比赛。其实北极参赛，我追踪他，我心里可着急了，我特别害怕，我就怕哎呦。别到时候加入训练以后再退步了10分钟啊，然后有小伙伴受伤，我也特别担心。那天有个特吓我一大跳的事儿，有一位学员跟我说，我跑完以后不舒服，去医院了。后来幸亏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是虚惊一场。我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确实是。但是从排课表这上，我发现，我一直跟自己说的那个训练自己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我给你们排课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费时间，就很容易。我发现一上手很容易。所以我觉得像北极咱们这12周结束之后，可能也能慢慢自己总结出一个所谓的方法论，就是我有时候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假设我定一个目标，1个月400公里，那有一系列的框架，比方说强度课至两周3次，至少2周3次，然后长距离至少是4周2次，4周2次，对，然后不连续歇2天，如果没有伤病的话，不连续歇2天，然后呢不连续练7天，差不多就完了。你这些一排列组合，你这1个月就差不了多少。你又有这个跑量的总量控制，所以你就不能每次跑特少，你又不能连着跑7天，所以你就不能每天跑特少，靠次数。然后呢，你又有强度课你就不能有大跑量在那一天，其他的时候你就得多起来。比方说我们强度课那一天我可能就10几公里，但是我要想1个月跑500，那我就得第2天不能跑21，第2天就得是25，而且得有一天用25把这10几补回来。然后长距离也一样，1个月有2次就足够了，不需要每周1次，这真的没必要。甚至对，如果你已经跑进了2小时50或者2小时45，想再进一步的时候，速度要比距离重要。所以你们看到我的长距离就没有给他们排的多，我大多数都是走强度，但是我的强度也有距离而已。你在这一套的一加之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差不差，你不太可能弄出太不一样的课程来。明白。那我多说一句，我听完刚才那个教练就刚才介绍了这么一个训练框架，我相信有更聪明的人也许能从刚才这么一段话也许能整理出一个课表，但对，那这么说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加入训练营，其实教练是会更细节的，比如真的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的那个课表。刚才对，或者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训练营就我现在复盘回来，尤其是咱们加强营能每周打电话这些小伙伴里，我觉得对我来说价值最大的就是打电话跟你们聊的内容，这是我认为的。因为北极其实是一位特别温柔，然后特别就温和，不叫温柔，所以平和的。亚萨西日语这里亚萨西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么大的冲击力，没有这个拼劲儿。咱们其实有好几位成员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开导可能不合适，其实可能就是开导，因为我就跟他讲，你现在肯定可以，你就照这速度去跑是没问题的。
因为就像一开始我们回到开头这个题目，它的进步那不可能是这3周练出来的，那打死我都不信。你别说3周了，8周也练，那不是3周，对不起，3个月，绝对不是这3个月练上，别说3个月了，1年你告诉我说我全马能从304到254，我都不一定信。这个是事后来看，的确想想，对，的确就现在这么跟你说，如果你这254是你的极限了的话，那我三个月，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想进250是极难的。哦，如果现在已经是极限了，因为你讲4分钟啊，240秒啊，一共马拉松40公里，6秒的配速，是啊，对吧？对吧？你说那个谁，丰佩友这次，对吧？他也就提升了1秒半的配速不到，就这人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你要跟我说练半年能提升6秒，在这个范围内，我其实是不信的。而且北极提升的可不是6秒，你是从4分20到了4分07，到了4分07、06，对不对？这是42公里的平均配速呀。所以我觉得训练营的价值在于沟通，不管是成员之间的还是我们之间的，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其实课表这个事儿，我现在也说不好课表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对，我自己的进步，大多数时候也是来自于心态的变化，包括不限于就是对速度的理解。对，好多理解以前我是错的，或者说没有与时俱进的。就是可能你到了3小时了，你当时你的理解是对的，然后你再往后你跑进2小时45了，你想在2小时40的时候，你的理解还停留在3小时那个时候，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我觉得价值在于可以把我走过的这些不管是顺路还是弯路分享给大家，但是前提是大家愿意能接受。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好吧，那最后我们这个小熊一起，我们2+1，最后在东京车站，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